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与张睿的隐秘往事，一饭之恩为何让她记了13年？赵丽颖与张睿一顿火锅暖了13年，娱乐圈最干净的友情藏不住了。在流量为王、名利翻涌的娱乐圈，真挚纯粹的人际关系显得尤为稀缺。但赵丽颖与张睿之间这段历经13年的深厚友情，却悄无声息地穿越岁月洪流，成了无数网友心中最温柔的存在。从一顿年夜饭到一次次彼此成全，这段冬日温情的过往，如今再次被提起，不仅令人动容，更让人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惺惺相惜。尘封剧组往事，火锅一顿温暖整个青春。故事的起点回到201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新《还珠格格》剧组正在横店热拍，赵丽颖当时还只是个新人，饰演晴儿，戏份不多，在片场常常默默坐在角落反复揣摩台词。没有名气，没有助理，那个河北小姑娘每天都穿着剧组发的棉衣蜷缩在保温棚里，低调的仿佛空气。而张睿早已因出演五阿哥而成为琼瑶钦点的男主角，享受着关注和资源。但正是他在除夕夜注意到了角落里那个独自一人不敢回家的女孩。剧组休息，大多数演员都回老家团圆，只剩赵丽颖一人留在横店。我看到她一个人坐着，就问她要不要一起吃火锅。张睿回忆说，那顿简易的棚内火锅没有大鱼大肉，只有2个年轻演员围炉夜话，却成了赵丽颖心中永远难忘的一餐。那是我第一次在剧组感受到家的味道。多年后，赵丽颖在某综艺节目中哽咽回忆，眼角泛红，张睿哥那天给了我一个暖手宝，那是我整个冬天最暖和的时刻。这份年夜饭的救赎，成了他闯荡娱乐圈早期最珍贵的记忆，也成了他此后13年始终铭记于心的情谊起点。默契重逢，事业路上的侠义双向奔赴。赵丽颖与张睿之间的友情，从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用行动一步步兑现的彼此守护。2022年追鱼传奇10周年纪念直播上，张睿意外连线赵丽颖，曾经的乔儿一秒脱下女王气场，甜笑着喊出一句：“睿哥，你当年送我的那个暖手宝，我还留着呢。”那一刻，满屏的网友都破防了，弹幕刷爆，怎么可以这么纯净？两人随后合唱起当年新《还珠》插曲，哪怕画质清晰，造型已变，但歌声里的默契仿佛从未改变。那不是炒作，也不是剧本写好的桥段，而是一场毫无预警却真情实感的回溯。这份情谊更体现在事业上的彼此提携。赵丽颖拍摄《楚乔传》时力荐张睿出演燕洵身边的皇子角色，尽管对方并非热度演员，但赵丽颖坚定地表示这个角色她最合适。张睿新剧上线时，赵丽颖悄悄包场请剧组 staff 观看，亲自录制祝福短片，送上花篮，为做宣传也未发微博，所有举动都默默进行，只为一句她值得被更多人看见。13年情谊无热搜，却比热搜更动人。娱乐圈最稀缺的，莫过于安静的感情。赵丽颖与张睿13年的友情，几乎没有任何炒作痕迹，却在细节中流露出深情。例如赵丽颖的微博，众多剧组照已删除或归档，唯独保留了一张与张睿在新《还珠》片场的合影，配文感恩所有微光。这一举动看似普通，却在清理旧照的娱乐圈风气下显得弥足珍贵。张睿出专辑时，现场收到了匿名送来的999朵玫瑰和一张卡片，上面只有5个字：你值得被看见。后来被证实，那正是赵丽颖所送。狗子们从未拍到他们同框，却屡屡发现，每次赵丽颖提名或获奖，
张瑞都会低调送上一幅书法作品，上面是他亲手写下的影字，有时写在宣纸上，有时写在小本上，附送一封信，字里行间全是鼓励与敬佩。这些年，无论赵丽颖飞得多高，张瑞走得多远，他们都始终保持着不张扬的守护。就像网友所说，真正的友情不需要官宣，只在彼此心里发光。娱乐圈罕见的知己范本，不是红毯，是衣食住行中的照拂。在名利场中，太多关系在利益中生灭，今天还并肩走红毯，明天就划清界限。但赵丽颖与张瑞这段友情却始终维持在一个温暖的维度，不是并肩曝光，而是暗中照拂。于平人曾如此点评，这段友情教会我们，真正的陪伴不是出现在你风光时的镁光灯下，而是在你最孤独时的身边守候。从那个没有年夜饭的除夕夜，到后来事业波折时的力挺，再到如今彼此成就，他们用13年无声守护，诠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最高境界。张瑞没有蹭赵丽颖的流量，赵丽颖也没有包装这段友情来吸粉，两人都在用实际行动回馈这段情谊。这种低调的相守，正是娱乐圈中难得一见的清流。网友泪崩，你救了他一顿火锅，他暖了你半生真心。赵丽颖的成功之路并不容易，她从农村女孩一路打拼到国民女主，每一个角色都踏实演绎，每一部剧都用心诠释。而在这一路荆棘中，张瑞给了她最初的一份温暖与肯定。网友评论说，张瑞的火锅救了一个未来世后，赵丽颖的玫瑰还了半生知己。这不是夸张的修辞，而是真实存在的情谊传承。还有人感慨，别人的娱乐圈是炒 CP， 他们的是侠义友情。张瑞是赵丽颖人生中一个不喧哗的守护者。这段友情不仅打动了粉丝，更被看作是内娱友情卷王。没有利益交换，没有刻意炒作，只凭一顿火锅，一个暖手宝，一束玫瑰，一个影字，堆叠出13年的信任与感动。尾声，在风云变幻的名利场，他们的友情是一盏不灭的灯。13年过去，赵丽颖已成为电视剧女王、国民级演员，张瑞也在各类影视剧中积累口碑，逐渐从流量转向实力。但他们的友情不因名气消长而改变，不因外界风雨而疏远。这世上最好的关系，也许正如赵丽颖和张瑞这样，你为红时我待你如初，你爆红后仍记我于心。真正的友情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雪中送炭；不是共享鲜花红毯，而是分担孤独苦难。他们用13年的点滴，写下了一段堪称内娱标杆的纯友情叙事。而对于所有看过这段故事的观众而言，也许我们更愿意相信，在娱乐圈这个看似冰冷的世界里，仍然藏着温柔而真实的光。38岁赵丽颖上海逛街素颜曝光，又黑又瘦，显得疲惫憔悴。这2天，赵丽颖在上海街头被网友偶遇的照片突然刷屏了。照片里的她穿着简单的白 T 恤配牛仔裤，素颜戴着棒球帽，整个人看起来比荧幕上瘦了一圈，肤色也暗了些。没想到就这么几张随手拍，竟然在微博上炸开了锅。有人心疼地说颖宝怎么憔悴了，也有人吐槽这状态也太路人了。要我说啊，大家是不是对女明星有什么误解？从网友发的高清照片能清楚看到，赵丽颖当时正在商场里悠闲地逛着。她没戴墨镜口罩，头发随意扎成马尾，脚上蹬着双平底鞋，要不是被眼尖的粉丝认出来，根本看不出是个大明星。最引人注意的是她胳膊上明显的肌肉线条，这可不是饿瘦的，分明是常年健身的痕迹。有健身博主分析说，她这个肱三头肌的分离度，每2年器械训练根本练不出来。其实翻翻赵丽颖的社交账号就知道，她经常凌晨5点晒健身视频。
拍《风吹半夏》时，为了演好钢铁女老板，硬是增肌到能看见马甲线。这次被拍到的所谓黑瘦，很可能就是刚结束新戏拍摄的正常状态。化妆师李小白说过，演员连续拍大夜戏，连轴转几个月，谁不是靠意志力硬撑？镜头前光鲜亮丽，那都是化妆师的魔法。看到评论区有人说这颜值也能当明星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去年赵丽颖在《野蛮生长》里演创业女强人，特意把皮肤画黑2个色号，拍《幸福到万家》时又主动要求保留高原红。这些角色需要的就是糙的真实感，难不成还要求她天天保持红毯状态？我认识个跟过组的场记说过大实话，你们在电视上看到演员拍吃戏，可能觉得他们真幸福，实际上一条拍20遍，吃到吐还得继续演。赵丽颖拍《知否》时发烧39度，为了不耽误进度，裹着羽绒服在横店零下的片场硬扛。想想我们普通人生病都要请假，明星也是人，怎么可能永远保持完美状态？这事儿让我想起前阵子某女星因为小腿有肌肉被骂上热搜。现在对女明星的要求简直离谱，要瘦但不能有健身痕迹，要白但不能假白，要年轻但不能做医美。时尚评论人陆琪说得好，我们正在用4K 镜头和修图软件的标准来要求现实生活中的活人。赵丽颖自己倒看得很开，有次采访被问如何面对外貌评价，她说：“演员的本分是把角色演活，观众记住的是盛明兰的坚韧和幸福的倔强，这就够了。”确实啊，85花里她转型最成功，从甜妹专业户到正剧大女主，靠的难道是颜值保鲜？更值得思考的是，为什么大众对女明星的素颜如此热衷？心理学教授王芳分析过，这本质上是一种祛魅心理，通过发现明星的普通面来获得心理平衡。但细想挺可怕的，普通人逛街被拍顶多生气，明星却要承受全网审判。记得有次赵丽颖在中餐厅里累到躲在厨房哭，就因为切菜速度不够快被网友骂矫情。后来才知道她那天急性肠胃炎，是咬着牙录完节目的。我们总说明星赚得多就该承受压力，但将心比心，谁愿意24小时活在显微镜下？翻看赵丽颖这几年的变化特别有意思，刚出道时的圆脸小姑娘，现在33岁反倒更有味道了。表演老师刘天池说过，好演员的面部要有故事感，赵丽颖眼角细纹里都藏着演技。你看她在《风吹半夏》里那个沧桑的笑，没有生活阅历根本演不出来。其实很多专业导演就喜欢用有瑕疵的脸，郑晓龙导演选她演《幸福到万家》，看重的就是那股子接地气的劲儿。要是真弄个瓷娃娃式的女主角，观众反而会觉得假。毕竟现实生活中，哪个农村媳妇会是10级磨皮的效果？说到底，这次偶遇事件就像一面照妖镜，有人看见颜值崩塌，有人看见敬业演员的日常。别忘了赵丽颖刚拿下白玉兰奖提名，正在拍的《与凤凰路透》里状态好得很。与其盯着明星的生图指指点点，不如多关注他们的作品。